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在今天9月24号的晚间7点30分，压轴的比赛呢，将是由台湾的黎明学院对上的是菲律宾的圣克莱尔学院。这是今天我们为您送上的最后一场直播。 那在昨天呢，两队呢其实都获得比赛的胜利。那当然对黎明来讲呢，前一场比赛击败健行，确实让大家有一点点惊喜啊。因为毕竟以过去 UBA 来讲，其实健行是比黎明来的成绩更加好。对，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现在健行也在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时候啦。那刚好黎明像我觉得看了一下，他们其实今天阵容真的蛮整齐的。对。 当然我知道球都是圆的嘛，我们不能用以往的观念来看现在的比赛啊，所以大家才觉得球好看就是这样。对，那刚刚英姐有提到啊，因为健行现在正处于可能球队在做一些调整的阶段呢，所以不过也只刚开始啊，今年这个全新学年都还没开始打了以后才知道。但黎明呢也这个争取了外籍生在昨天的第一场比赛表现得非常非常精彩，我们今天持续来观察。 黎明技术学院总教练吴建龙，助理教练杨敬敏、陈玉甫、陈轩宇。最后是本场指导的3位裁判：主裁判李黄继，第一整人范颂良，第二检裁员郭晨燕。双方球员相互握手致意，并且交换纪念品，并且留在场上拍一张大合照。好，画面上看到的是双方的先发5人。那在黎明学院的部分呢，包括了戴承彦、田耀乐、黄正瑞、谢时启跟泰利24号的外籍生。那在圣克莱尔学院呢，包括了0号的 Batista， 那包括4号的 Montejo， 那11号昨天表现非常好的 Bogos， 那另外还有12号的 Perlinas 以及23号的 Acosta。 那11号的 Bogos 昨天呢是拿下18分，另外抓下10个篮板。 那包括0号的 Bautista 呢，昨天是拿下了14分。而在黎明学院的部分呢，当然外籍生的泰利勇冠3军，昨天20分15篮板。而我们相信今天可能会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对决。是我相信当然我们看一下菲律宾，其实圣克莱尔学院它其实平均高度并没有说真的非常的高。当然我相信这几年其实我们都知道菲律宾的篮球是 以凶悍著名的，而且其实他们男生，我觉得他的技巧真的非常好，能跟我们自己的大学男朋友有一些交流，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是。那其实这个圣克莱尔的教练有提到，他们这一次其实有2位外籍生是没有办法来，那因为签证的关系，所以就有2位外籍，也许来的话高度会更高啊。但因为他们没有过来，那不过第一场比赛他们最终还是以77比59击败的这个福大。 那在这个菲律宾，其实在大学端是有3个联盟啊。那在圣克莱尔学院的部分呢，不是最顶尖的联盟，不过在他们所属的这个 NAASCU 联盟，他们是处于7连霸的球队。哇！所以在他们自己的联盟，其实实力是非常不错的。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在整个菲律宾的整个篮球圈的这个大范围来讲有3个联盟，我相信那队伍数真的会不少毕竟就是他们的国球啊。对，没错，就是说在整个联盟里面，自己的竞争力，我觉得相对其实就是高的那如果说今天再有跨季联盟，就是在对战的话，我相信那一定会更有看头。所以在菲律宾来讲，我们都知道他现在的球风就是真的很刁钻、很强悍，再加上现在的外线真的 没有人不会投外线所以对于外线的这件事，大家都还是要稍微有点警觉心我们到底这场比赛之前呢，我是也是把掌声送给场上2人的球员。再次感谢各位，再次给场上2位球员热情的掌声一下好吗？谢谢。好，今天这一场黎明学院跟圣克莱尔学院的比赛马上就要展开。那身穿白色球衣的就是黎明学院，蓝色球衣的就是圣克莱尔。好，第一波的跳球在黎明的手上。 4号，黄正瑞，谢志奇。哇刚开赛这压迫防守都非常的多这边涂明彦、泰利
哦，泰利的身形呢练得非常的粗壮啊。就说当我在看泰利哦，我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标准运动员的身形哦。是。像台湾球员其实真的哦，当然我觉得因为可能先天黑人，像我们原住民也是有他有这个基因在哦，所以在整个力量上，我觉得都会比其他人再好一点。是哇，我们看到圣克莱连续抓了2波的进攻篮板了，刚刚是 Bogos 的篮板球。对，你看我们开赛才提到，就是说菲律宾圣克莱尔学院其实它的高度不是很高，所以挡人一定要确实。哦 ，Bogos 这个进攻手段非常多元，刚刚撞开一点点空间啊，马上抛进了2分，而黎明这个传球啊过长，形成了失误。对，这个就是沟通没有沟通好哦，就是你在传球之前，你可以先提醒一下你的队友，到底要给篮下呢，还是要给外面的人哦。通常教练对于这样的失误都会比较不能接受，尤其是刚开局哦。我们知道开局其实的那个球赛其实不好打。你一定要稍微耐下性子。Bogos，Matejo，Bogos 要单打了吗？好，先发生的防守犯规。哇哦！哇，又是硬扛，连拿4分哦，非常有力量。好球！中距离的出手有，哦，很好。哦，王正瑞帮球队把比分给追平。好，阿 Costa 在外围，哦，切传来到了底线，过人之后，直接给小球硬起，哦，还是要到了犯规。是。好，再看一下刚刚哦，传球给到了 Parinas， 那 Parinas 的这个假动作呢，骗到了防守球员。哇，但是也已经是2犯了。哇，这有点太快了哦，因为你在球队是主力哦，你一定要让自己知道，留在球场上时间越长，对球队会越有帮助。不过菲律宾的第1罚没有罚进。2罚都没进。好，泰利的篮板。哦，还没拿到球，已经先犯规了。犯规的就是11号的主力啊 ，Burgos。所以我们在看哦，2队哦身体的接触真的非常的多，但这时候真的要注意你手部的动作，身体多一点，脚多一点，手要少一点。哇哦！可惜进攻犯规。今天裁判尺度是比较严谨一点哦，我觉得是因为就2个真的张力比较够的球队在打哦，稍微要刷紧一点，不然怕到时候会有什么状况出现就不好处理。好，陈菲律宾在外线的出手力道短，张佑琪的篮板。好，切传之后在底线第一时间并没有出手带进的中距离有，哇哦，带进1步。哇，王正瑞今天拿4分。好，王正瑞来自能人家商。Matejo。哇哦，黎明现在的防守很不错哦，就是追防也跟得很紧。是哇，麻辣锅 ，No way，This is my home 。哦，泰利哦，直接在空中大火锅、大扫把，巨力万军的风阻啊！从3步以外的距离起跳哦，还封到这个球哦，进攻应该也是没想到了。真的。
哦，你看哦，还是手部的动作哦。今天裁判其实在开局到现在哦，其实已经抓了很多手部的犯规哦。所以球员也要很快的去适应裁判的尺度，对，去做调整。是。好球！哦，在禁区 ，Burgos， 我后头还有。啊，挡了篮板哦，这一定要确实哦，尤其攻到这个禁区的球，其实他不进也蛮不容易的哦，所以一定要把那个球拿下来哦。哇，泰利这一球，从后头拨了一下，哇，这个球非犯规，没必要。因为泰利是非常核心的球员，他一定要想尽办法留在场上。对，没错。就说，当然我们都知道哦，一个人有5次犯规可以用，可是，在球场上的5个人，甚至我整个队12个出赛人，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很快你就会进入到加罚，也甚至是你会让自己就是没有办法留在球场上继续为球队贡献哦。其实这个在犯规上一定要用，适时的用，对，但是你一定要很注意。所以你看。还不到4分钟，已经进入到加罚阶段了。对于黎明来讲是很不利的，真的蛮不利的。尤其我们知道，就是说，当这个节奏这么紧张的这个状况下，我们就说第1局其实真的很难打。裁判的尺度到现在都是差不多的哦，尤其在手部的动作上，其实抓得蛮凶的哦。这时候你一定要特别的注意。是。这时候又造成了圣卡莱学院的犯规。12号的 Parinas。好球！海漏直接给到禁区。哇哦！好，球掉了。来看一下菲律宾这一波的快攻，三分线外停下来，并没有出手，带到外围。Kenjo 指挥一下队友。这一球 Burgos 球被拨掉。来看一下黎明这一波的反击。来到外围45度角，并没有出手，第2时间才出手，还是投进了这个空心球。哇哦！终于第3人得分了。对，经过4分钟，将近5分钟的时间哦。哇，谢子琪的外线得手现在来到了9比8。Costa 面对田耀乐的防守，哇，进攻犯规！再来看一下，其实刚刚应该是这个动作，但裁判可能就是稍微慢了一点，再加上刚好做一个 S 的时候，可能真的身体有移动，他就马上吹了这个效果。黎明技术学院球。好，刚刚犯规是23号的 Acosta。Red。田耀乐收球之后向后仰的跳投，高级动作。哇哦！哇，现在黎明的攻势有打开喽，就是在场上的人都能得分，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哦。Burgos， Lim， Bautista 的收球，这球被拨掉。好，那这一球出界之后呢？场边喊出了电视暂停。目前在第1节还有4分51秒，这时由黎明学院11比8领先了圣克莱尔。
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篮球邀请赛的现场，看到今天24号的压轴将是由黎明学院对上圣克莱尔。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黎明学院的教练杨敬明跟这个吴建龙的搭配。当然这两个学年是表现得非常好。对，看起来这整个教练团的化学变化也很棒。我们看到圣克莱尔又抢到了进攻篮板。对，篮板球一定要巩固哦，先挡人呐，对，先挡人。好 ，Bautista 的外线没进，洪胜瑞很快的推进到全场，但是这一球被点掉，没有要到犯规。是。好，收球之后的上来又是火锅的封阻这一球没有 goaltending， 哇，板凳席非常激动，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空中给泰利，球又掉了。这个背后的运球推进之后 ，Burgos 分球给到了左半边，轻松2分上 ，Bautista 要到了分数。是，确实应该要冷静一点哦。这一来一回4次的攻势都不是太好，两队。好，推到3分线外的出手偏了。好球。张佑琪的进攻篮板。好，第2波田耀热，力道完全大。是。张佑琪的犯规。哇，你看很快进入到5次犯规哦。你现在你刚才这防守犯规，你就是让对方站上罚球线的哦。还有 Burgos 来罚球，这是圣克莱尔学院当中非常核心的球员。第一反应拿进。今天圣克莱尔的罚球并不理想，是到目前为止。对，但我们只能说就说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他去站上罚球线虽然现在我们都说开局不好打，这罚球的不稳定并不会一直延续下去的。做一个压迫式的防守，球出界。哇，这是圣克莱尔成功的防守。是。好，中距离的出手力道轻。泰迪的篮板，我们看到黎明学院的推进速度很快，后面有鬼被点掉。哇，还好是往外点哦，这真的队友也没通知他一下。要讲后面有鬼啊！是啊，这个在我们队上会被骂死。要提醒啊！对，真的要提醒哦。好球！好，来看这个挡人之后的空档，把握住了。李佑浩。哇，我们史鲁奇宽度还是有哦，真的，他下去做一个确实的挡人哦，防守要绕很大圈哦。哇，进攻犯规又出现了，是。好，黎明学院的球权。哇，两边。哇，今天的这种攻防之间的张力，让裁判的哨音响不停啊！是，太多身体的接触了哦。但是我其实是喜欢这样子的防守。那我们只是说，我们可能在防守上要再多注意一点，因为像裁判尺度真的抓得比较严，我应该要逼球，可是我可能要逼一下放一下，逼一下放一下，才不会让之间对，就是尤其是裁判就在我的眼前，我还一直这么的紧迫盯人，但这是我喜欢的。是。6号拿下第4分。2发都进，因为是进场过早，对，进场过早，是，所以球进还是算。是。哇，看起来两队今天真的哇紧张啊，真的，第一节就打得这么有张力啊。对。
是令。哦，好球！这一球小球没有拿稳，中距离也没进。黎明学院的球权推进的速度很快，直接杀到篮底下，还是要到犯规。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9号的06号是打得非常的活跃啊，不但有外线，也有切入。是。但是小个子的球员，我觉得这是你的标准配备哦。就是你可能要有速度，然后你要有外线，对，然后在突破之间吸引防守来去做那个分球，我觉得就会很棒。因为我们小个子真的进到篮下，又遇到大个子，你偏要很多的技巧啊，去投那个篮，相对其实是辛苦的。对，6号的这个身高自序测是170公分，来自志平高中。志平，2罚都进，哇！所以06号在第1节已经拿下7分了。是。来看这次外线的出手没有，篮板球在第2波也没进。是有妨碍中篮，是，对，还有一个拍板的动作，妨碍中篮，所以这2分净算。6号，野球，哈利甲，再给到田耀乐，杀进去之后，裁判还是享受了。到现在目前为止，我觉得裁判尺度真的都蛮一致的哦，而且都是这个拉得比较紧一点。是，大家在防守上面真的要做一点这个调整跟拿捏。第1罚没进，田耀乐。来自能能加商，哇！场边我们看到菲律宾球迷啊，非常的热情。是。当然我们都有提到菲律宾的国球就是篮球，他们看球就是这么的热闹。没错。所以每到琼斯杯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哇！这个菲律宾都会把客场打成主场的感觉。没错。真厉害，真不知道怎么抢的票。而且号召这么多人来，我们也是很感动啊！是真的。好，圣克莱这一边的进攻，外线的出手力道大，篮板球15期，还是够机灵的，把这些球给保护下来。好，谢志奇慢下来，哇，武奇要打来了，2+1先给出来，外围有点小空档。06号选择更高难度的投篮，简单的我不投，我要有人在我前面，我要 step back， 我才要投。他已经在单节拿10分了。哇，6号是 on fire， 真的 on fire。好，弧顶位置的外线清了，篮板球又是06号。那这时候自己的推进形成了3打2，06号给到队友，另外一边先享受。这一球球进算是，裁判吹球进算，对，球进算，所以现在比分会形成25-13。哇，这个球进算再加罚2球，一个 game 得5分，我这个交易很划算，非常。加油，要是5分哦。好，胡叶球第1罚罚进。拿下本场比赛的第1分。鬼叶球身高193公分了，2罚都进。对，哇，真的是太划算了，真的，一口气拿5分。哇，在第1节剩下最后1分钟，那黎明学院稍微把比分给拉开来。来看 Lim。
在外围，领先了中距离没进。好，谢志奇的篮板。6号，15期，外围潘丽甲哦，没进，好球，篮板球还在志奇的手上。哦，进攻时间还有10秒。哇，翻球！哇，这个在那一下，我觉得可能防守会被吹犯规的几率蛮高的。结果变成了翻球为例。是。场边看到杨敬敏也在提醒一下球员啊。在第一节应该是最后一波的进攻了，在圣克莱尔手上 ，Lim 控制节奏。哦，挡拆之后，还是找不到机会。做了很多的动作，反而掉球。那现在最后一波剩下黎明轩，空中接力，再进2分。这是6号跟谢志奇的空中接力，把人民的投进之后呢，第一节黎明学院29比13， 16分领先了圣克莱尔学院。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我们看到黎明学院在第一节的中段之后呢，摆脱了圣克莱尔的纠缠，目前暂时29比13领先了客队。那在第一节，其实黎明学院表现最好的就是林佑浩。林佑浩在第一节已经拿下10分，而且是非常完美的100%命中率，包括罚球4罚4中，3分球2投2中。是。其实这真的蛮难得的哦，而且尤其当他罚球4罚4中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开心的。真的，这是基本功啊。对，表示平常在罚球部分确实有下一点功夫了。是，我们也知道罚球就是篮球场上最遥远的距离。真的，常常这个胜负关键都是在罚球。没错。好，大对角的转移来到45秒的外线区，而且计算加罚。哇，裁判比出了手势，有推人的动作。是。就说我们刚刚在 monitor 上面也有看到哦，其实就是圣克莱尔学院的教练一直在跟裁判有一些沟通嘛。那我们当然知道，其实在每个国家国情不一样，可能他在那个在国内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吹，但是因为现在这是国际赛，你是来到国外，所以你也要很快适应这个裁判的尺度才行。没错。但我觉得跟裁判适度的沟通其实是有必要的。好，一般也是一口气拿4分。好，谢志奇慢下来。叶修再给志奇。好 ，2 man game 之后的中距离2分要到。是。我觉得刚刚挡人其实那S1做的非常的棒哦，是因为他没有为了想要挡住防守者，所以去做移动的。是。哦，场上
有一点状况。来看一下飞鹰球员，现在是倒在了地板上，希望没有大碍。哇，这是被抓了一个违反运动道德哦。好，再来从慢动作我们看一下，因为在这个非持球方，哇，15级。因为球员现在倒地的关系啊，那先不要移动，那由专业的 trainer， 用防护员来确认状况。我们再从这个重播的镜头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哇，这个拳头！哦，当然我真的必须说一下哦，基本上我觉得球员在球场上哦，真的比较不会做这么多恶性的动作，但是因为我觉得角度的关系，或者是在前面可能有发一些状况，应该我觉得可能前面有其他的故事，我们不知道。对，或者是说在这个晋升的时候，其实这个角度我们只能看得到是鲁奇的这个动作，可是我们可能并看不到菲律宾晋升的动作。也许菲律宾是没被抓到了。对，有可能，但这是推测啦，不是。这是我们的推测，但我要说的是，球员基本上都不会是一个故意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球员哦。说到当然我知道运动，我们必须还是在一个比较公平的立场上哦。而且现在对于 U 啊，或者对于 T 的，其实犯规其实抓的蛮严格的，没错，就是很怕会造成这样的状况。那裁判当然也去跟黎明的教练团来沟通状况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啊，当然我们从现在的那个场上来看哦，一定是有前面的状况才会发生后面的状况。这个故事我们可能只看到故事很长啊，看到第2集啊，可能前面有第1集，或者也许前面是3集了，是第4集啊。可能是这样哦，但英姐你自己是专业球员出身，一定有遇过啊，你谈谈你的经验啊。一定有遇过，我真的比较少，通常都是我打到人比较多。没有啦，就是说我们当然知道球场上发生这种状况，我不要讲我哈，我们自己在转播的人，我们这种话题性不够，我们就想说我们前姐好了，对啊，前姐啦，前姐姐妹啊，哦，前姐超级多的哦，但是她绝对不会主动去打人，都是被攻击了之后，目标太大啦，是啊，就是核心的，对，所以我们才说刚刚那个比较客观的推测就是这样，我相信球员不会故意去做这些事情的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学生运动，对，没错。就是说我们在球场上还是会有一些规范，还是不希望有出现这样的动作。当然是这样，这运动员嘛，但我们也是学生啊，所以教育还是我们本质很重要的一块哦。所以就是说，当然球员，当然你可能肾上腺素很上升，或是你前面遇到了什么状况，有吃暗亏了，对你想要讨回来，刚好你被裁判抓了，但你绝对要忍住。对，你要忍下来啊，因为你看像鲁奇，我们就觉得你很棒，你在球场上，如果你可能帮球员做一个掩护的话，其实相对的是很得力的。可是你看你现在没有办法帮球队贡献，那就很可惜。好，现在要由圣克莱尔学院来罚球。23号 Acosta， 第一罚罚进。2罚都稳稳的罚进，是 Acosta。哦，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转折点。对，在第1节开始的时候，其实圣克莱尔学院的罚球命中率没有那么高。经过这个转折之后，你看他现在这2个球罚进，对他们整个心理上的稳定性，我觉得会变得更高一点。所以黎明学院这边也是要绷紧神经啊，对，不要因为这个 play 啊影响到整个团队的士气。好，来看这个中距离的出手，弹了2下，哇！又犯规，
是我这个球我真的比较想建议一下哦，就是说叶修他是不是没有起跳？他有挡人，可他没有起跳。如果他要起跳的话，那就会变成是菲律宾的侵犯他的领空，了解，就会犯规。可是因为他没有跳，所以菲律宾球员是从后面飞上来的哦，确实是比较有可能造成他犯规。哇，篮板球 long rebound 还是在菲律宾的手上。哇，篮板球一定要已经攻3次了。是。我接球，自己滑了一下，球掉。好，6号来了。直接长传给到右半边的潘丽甲，上篮2分要到。对黎明学院来讲，我想这个进球这个很重要，很关键，非常重要。这个气势没有倒向对手这一边啊。没错。好 ，Bogos 一个高调传球，还是爬了进去。好 ，Bogos 是圣克莱尔的最核心的球员啊，目前拿下7分，也是全队最多。好，6号直起。推到外围，来了。06号的外线出手，力道大。哇哦，非常紧绷的一场比赛。是。又是菲律宾的犯规，第2犯喽 ，Bogos。右起，好，潘丽甲的外围出手 ，airball， 没事的，耐下来，耐下来。哇，其实我觉得黎明到现在都很棒哦，他可用之兵其实真的很多哦。泰利到现在目前还在底下休息，对啊，所以在人员的调度上面，我觉得是比较活的哦。好，这个变速的上篮，飙到2罚。哇，这完全就是个人的能力哦。没错，好，田耀乐的第1犯。好，这时候要来罚球。第1罚顺利罚进。好，双方依旧有11分的分差。好，2罚都进。我们看到菲律宾的罚球回神了，圣克莱尔。好，谢时基切入之后好球，右手上篮2分进。Bogos 来了，好撞不进去，撞不动，撞不动，守得非常不错。是，这是黎明学院成功的防守。刚刚张佑琪的这个非常厚实的身体啊，让 Bogos 完全撞不进去。好，挡人之后挡拆，可惜先出界。Bogos 哇，第1步转进去，可惜这个打板没进。但是他的第1步够快啊！外围的出手区，哇，圣克莱尔慢慢把分数给追上来。哇，我刚刚真的心里还在想哦，到目前为止，黎明真的守得很好哦，好不容易圣克莱尔学院从他的2分球到他的罚球却差了一个3分球。
啊，现在拉投进，这整个公司要打开来了。是，好，申克莱又抢到了防守篮板。这次的搭配又造成了进攻犯规。好，泰利回场哦。其实我们看黎明学院哦，右旗的高度没有很高，但他身体的宽度很够哦，所以真的在防守对位上哦，他其实蛮吃香，尤其他站在4号位的位置上。哇，这一球呢又发生了传球失误，但是申克莱也是上篮放枪，那反倒形成了3打2。来看黎明的这一波外线的出手，篮板球争夺，最后还是落到了申克莱的手上。好，左半边，自己脚踢出了界外，好球！连续2波申克莱呢都是忙中出错。是，哇，要了这个球。技术很好。好，王正瑞，赶快先过半场。好，泰利过来挡。好球。好，这是一个空档的出手。哇，泰利，这是犯规，没问题。哇，你看我们说这样一个组合哦，一个 S1下去之后，因为泰利就算他没有拿到球，他就是一个牵制点哦。为了怕他在篮下，所以外线的进来协防，对，马上出现3分的空档，我觉得很棒的配合。泰利其实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只拿2分，这对于黎明来讲，当然是好也不好啦。好的是泰利还没爆发就已经领先了，那不好是泰利是不是要整场比赛都要冰冷？对。但我认为哦，虽然他的账面上他只得2分，可是他的功用相对强，他可以抢篮板，他帮助防守，其实这都是无形的分数哦。好，3分线外，力道还是短了。泰利，跳得老高啊！不过 Bogos 拉高了弧度呢，还是把分数给要到。目前他拿9分了。好，后半场小球 ，nice， 转到另外一边，要到犯规，又是张佑琪。哇，这球给佑琪给得非常棒。好，这一球呢，因为发生了犯规，场边喊出了技术暂停。在上半场还有4分48秒，目前暂时由黎明学院35-28，7分领先了圣克莱尔学院。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目前在上半场还有4分48秒，双方的分差剩下7分。但整个转折点呢，从15期的那个犯规之后啊，出现了一点点变化。是。那圣克莱学院从那时候呢开始发挥他们比较稳定的罚球，另外在进攻效率也提高所以现在双方剩下7分的差距。不过再暂停回来，还是要黎明学院来罚球。第一罚顺利的罚进，右旗。好，右旗2罚都进。右旗身高185公分，100公斤，相当厚实的身材。已经是4年级的学生了，来自正声高中。菲律宾圣克莱尔把 Bogos 给换下去休息。哇，这时候泰利还留在场上可能要适时的有一些发挥
哇，利用个人的优异动作啊，过之后切入的得分，Acosta，哇，田耀乐，哇，在空中才找队友，造成的走不为力。是。其实耀乐这个球，我觉得有点犹豫了哦。既然你决定要打上去哦，那你就应该要真的把它打上去，而不是到空中之后你没有办法拉杆，或者是在做一个处理的时候造成自己的失误。对，所以我们看到黎明学院呢，在发生失误之后呢，马上再喊出一波暂停。虽然才刚刚进入暂停回来，但是因为现在双方的分差非常有限啊，37-30，而且圣克莱尔感觉是越打越进入状况，所以要止住啊对方这种高涨的气势哦。是，但我们知道上半场是2次暂停，我记得第1节的时候，其实黎明是没有喊过暂停的，所以在剩下4分钟之后，他还是有2次暂停可以使用哦。再加上技术暂停，你等于一单节次你可以有3个暂停可以使用。其实有时候教练对于暂停的利用上，就会就是比较容易去那个协调。今天我们看到在黎明学院的部分呢，是由杨敬敏来，等于是担任今天的执行教练。是。好，圣克莱尔学院的球权30-37。好球！哦，黎明成功的防守 ，leading pass， 哦，田耀乐，哇，自己球没有保护下来，发生了失误。是。圣克莱学院 Lim 来控球 ，Acosta， 哦，挡人之后呢，一点点的空档让圣克莱给把握住了。哦，这是一个3分球，双方剩下4分的差距。哦，不要急哦，比赛是打4节哦，现在才第2节哦，而且再加上我觉得整个攻势上哦，黎明学院还是一样蛮有竞争力的。这一波呢，又让圣克莱尔保护住了篮板球。Lim 收球之后，哦，最后变速的切入要犯规。哦，面对吴尚恩的防守哦，利用变速。好，将由18号的 Lim 要来罚球，罚2球。哇，第一罚算过。哦，一定要挡篮板哦，篮板球很重要哦。2罚没进，哇！圣克莱尔突然这个罚球又找不到准心。好，谢志气，泰利，哇，在那个位置让他拿球，基本上这个2分啊是非常保险的。哇，现在菲律宾大中锋不在哦，你一定要把握这个得分的机会哦。刚刚看到谢之启跟对方啊2只手勾在一起，裁判响哨。那谢之启的第2犯。将罚球台2次罚球。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Bautista 跟谢志奇2个人勾勾顶，最后是谢志奇的犯规，由 Bautista 要来罚2球。
哇，这起刚被一拐子打到，应该有点痛。两罚都进，39比35。在上半场还剩下3分钟左右。右起，耀乐，来看一下林佑浩的外线出手没有？泰利的进攻篮板，林佑浩稳住，泰利过来挡。 这球要塞禁区啊，但是发生了传球失误。那现在Acosta 第一时间没出手，给 Bautista 在底线也没进。然后进攻篮板，第二波泰利又是no位，又是一个火锅的封阻。来看这一球，谢之启要踩欧洲步后头，也是一个麻辣锅。哇，两边在防守都拼了命啊！是，哦，非常非常精彩的两边的攻防。 好，还是李金梅球权。哇，黎明学院，我觉得这一段哦，就是球员个人在对于攻击的意图哦，我觉得比较降低了哦。就是当你的机会，你一定要攻上去哦，你太执着要去传那个球，其实。 这几个球都造成蛮多的失误哦，会被他骄傲了。是，哇，该投就投，是没错，讲完，没错。哦，该你的机会你就要去投篮哦。好，田耀乐投进了这个3分球，让双方来到了7分的分差。另一个控球，进攻时间还有14秒。Acosta， 好球，好球，好硬顶。 干扰哇，阿高萨还是打进，是。但我觉得耀乐这个球守得非常棒哦。林佑浩分球来到底线，谢直奇的外线，泰利的进攻篮板，再给林佑浩弧顶位置，哦，再给谢直奇45米打，并没有出手。哦，反正何时利用切入，刚刚杨敬敏的手势就说该投就投了。是。杨敬敏已经在提醒球员了。是。空档没投，其实蛮可惜的。这我敏哥这种球一定会拿起来投的啊！早就投了。怎么那么浪费，花那么多力气去做这个攻击呢？虽然最后还是上了罚球线，但是有时候空档觉得应该要出手了。对，就是该出手你就要出手。好，谢志奇第一罚罚进。 我们刚刚在讲哦，虽然泰利他只得现在目前为止账面上是4分，可是他无形的分数很多、哦，他真的帮他队友抢蛮多的进攻篮板。对。进场过早。对，又出现进场过早了，那这次没进，所以还要再罚一次。哦，泰利啊，虽然只拿4分，不过抢下6个篮板，包含3个进攻篮板，另外有2次的火锅。是。 好，这一罚稳稳的罚进。好，现在场边呢，圣克莱学院呢喊出了暂停。在上半场还有1分31秒，双方是7分的差距。哇，圣克莱尔其实一度追进啊，大概只有落后4分左右。没错。不过黎明学院目前还是稍微站稳脚步啊，有7分差距啊。对。 虽然就是说10分以内的球赛，我觉得真的看不出胜负哦，因为那个来来去去很快，尤其如果我用3分追分的话，其实2个球、3个球我就追回这是10分哦，所以等于是没有输赢，在防守跟进攻上，我觉得都还是要降低失误。是。
到目前为止，黎明学院其实2分球的命中率非常不错，64.3%。那罚球是把握的非常好哦，12罚11中啊，只 miss 1球，超过90%，很棒。那反倒在菲律宾的圣克莱尔，他们2分球其实只有34%，那罚球呢是66%，15罚10中。好，暂停回来，来看一下圣克莱尔的进攻。好，突然的包夹。好，底线的空档出手进，这是一个3分弹。好，泰利6号，哦，分球之后，田耀乐，进攻时间还有10秒。哦，这是泰利碰出了界外，所以是圣克莱尔学院的球权。哇，这一波圣克莱尔学院的防守非常的拼命啊，把球权给要回来。双方4分的分差。哇，秉静，你看我们刚刚才讲7分，一个3分投进之后，你就变4分了，你就变只剩下2个球权哦。3分绝对不能放。阿科斯塔面对田耀的防守，撞开之后给到斜线，好球，这一球点到了，哇，泰利，哇，差一点点被拨掉。好，来到了篮底下，做了假动作 ，M1， 非常冷静。田耀乐也发现了对手可能会被他骗到啊。是。我们知道在这种快攻的节奏上哦，因为防守是在一个比较没有准备的状态下，他是急匆匆的过来要做防守了，所以你这个假动作，你确实很容易骗到对方的起跳。啊，田耀乐刚刚的判断了相当正确，那这时候有机会再多加1分。阿科斯塔本场比赛的第2犯。又是进场过早。哇，这已经是这一场的第3次了，没错。好，这一罚罚进了。那现在比分会形成40比47，在上半场剩下最后的35秒。我追球，面对06号的防守，球差点掉。田耀乐，哦，这一球进攻犯规。哇哦！巴克斯塔这一球撞开之后呢，形成了进攻犯规。好，那在上半场应该是最后一波的进攻了，所以黎明学院请求暂停。哇，我们刚刚看这个慢动作的重播哦，其实当然对于菲律宾圣克莱尔学院的教练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假倒的动作，可是真的我们从 monitor 上面看到，裁判真的还是鹰眼哦，因为他真的还是手肘有一个动的动作哦。不过我们看到圣克莱尔学院的教练团这边还是跟裁判在沟通啊，希望能够再把尺度这个了解的更明确一点。是。马拉萨拉教练。在上半场还有15.5秒，最后一波的球权在黎明球员的手上。来看看那暂停过后要怎么打最后一波。黎明学院呢，甚至有机会在上半场来到双位数的领先。
目前47比40。6号带给泰利，6号，好挡出来之后，田耀乐做了假动作，走步违例。确实。哇，只有最后的2秒哦。反而给到了圣克莱尔学院的机会。2.2秒，李明耀能够守住。好，阿 Costa 非常远的距离，差一点点。哇，我真的感觉会进哎，这个球。对，不过在场边我们看到泰利现在是跪在地板上，有一点点状况，希望泰利没事。这是黎明学院非常重要的球员。上半场结束，目前47比40，黎明学院暂时7分领先的圣克莱尔学院。
在5、6、7、8。
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那这场黎明学院跟圣克莱尔学院之战呢，双方在上半场结束啊，其实分差非常有限啊，仅仅7分差距。其实在第一节我们看到黎明学院呢曾经一度领先超过双位数，不过从第二节开始呢，圣克莱尔学院回神了，包括一个关键的判决，然后开始罚球回稳之后呢，现在分数啊已经是慢慢追上黎明学院。我们看到两边在投篮命中率部分啊，黎明学院还是相当不错，2分球66.7%，而圣克莱尔学院是34.6%。那3分球呢，黎明学院不错，35.7%，而圣克莱尔呢是26.7%。那双方的篮板球都是20个，而黎明学院的助攻呢是10次，赢过圣克莱尔的7次。那另外在超节的部分呢，双方都是5次。罚球刚刚有提到，黎明学院这场比赛表现非常好，13罚12中92%，赢过圣克莱尔的67%。那黎明学院另外有4次的火锅，另外也有13次的失误。那圣克莱尔学院呢是1次的火锅，发生9次的失误。犯规部分呢，圣克莱尔有15次，而黎明是12次。在上半场，我们看到圣克莱尔学院呢，当然最重要的核心球员，包括画面上刚刚看到的11号的 Bogos， 而Acosta 呢，在上半场他也拿下全队最高的12分。而在黎明学院的部分呢，我们看到9号的林佑浩，林佑浩在第一节个人就拿下10分，另外投进了2个3分球。不过佑浩呢，从第二节呢被对方严加看管，那包括可能体能上也有一点点影响，所以佑浩在第二节并没有得分。不过谢志启在第二节跳出来了，谢志启整场比赛目前也拿下了9分所以我相信目前以这2位球员是得分最多，那也帮助球队暂时还是取得了7分的优势。刚刚有提到，除了 Bogos 之外呢 ，Acosta 也会是菲律宾圣克莱尔学院非常关键的选手。Acosta 目前拿下了12分是全场最高 ，Bogos 9分，另外是0号的Batista 也拿下了7分所以这等于是圣克莱尔学院的3剑客，要特别当心。那在黎明学院这边呢，泰利分数上虽然得分没有发挥，不过刚刚英姐有提到，不管在防守、在篮板其实都起到隐形的作用。对，这隐形的得分其实相对很重要的因为在现在的状况下，其实我们自己本土的前锋其实他的发挥是非常好的那你的工作你可以降低一点，你可以不要那么积极的攻击，可是我可以帮我的队友抢很多篮板，我可以帮我的队友一些封阻，或者是帮制造协防，让他们有快攻的机会。我觉得这都是很棒的对。那另外在黎明学院的田耀乐上半场其实他也拿下9分，那投进了一个3分球，那2分球的命中率也来到了50%同样也是相当稳定的得分点。是。林健，其实你看我们刚刚在讲这些数据上面的那个得分就是说在2队上面，其实它的分差真的不大，所有的数据几乎都很相近所以我们会现在在看，其实这7分的分差真的看不出来输赢就是虽然我们2分球的成功率很高，可是因为是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的快攻次数，再加上我们外线很稳定，然后现在第2节开始菲律宾的罚球稳定提升上来之后，连他的外线都有发挥那就会很可怕我们在防守上面一定要很确实，尤其是在篮板球上面没错，因为圣克莱尔学院呢，其实第2节罚球是9罚7中，所以完全提升上来。包括他第2节的3分球8投4中，所以整体的命中率提升所以从原来的落后到现在只剩下7分，从原来对中落后16分，到现在剩下7分差，确实要当心下半场对方的反扑。是。那黎明学院比较可惜的是，他们的3分球在第2节7投仅1中所以刚刚我提到了圣克莱尔跟黎明学院的落差就出来了。但我们有时候教练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经过2节这么激烈的比赛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这个10分钟有时候教练会觉得很恐怖，就是会让球员有一个断点之后，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让自己稳定，或者是持续保持这个专注你会很快就是让整个状态会变得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每次都说第3节是魔王的节次非常难打。非常，因为经过中间的休息，不知道状况能不能维持或者提升。对，有时候真的是你在突然之间让人家回神，也不是那么容易。好，假动作之后的高打板2分进，田耀乐拿下11分。哇，这个开局得分，我觉得是对军心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我接手，再给 Bautista。好球！哇哦，右旗这协防很是棒哎。好，进攻时间剩下2秒，要勉强出手了。Bautista 非常远的距离，哇，龙鱼棒又落在了圣克莱学院的手上。哇，篮板球，篮板球。好 b a j e s e 这球硬起，打板没进，篮板球落在了王振瑞这一边。好，底线谢之奇晃了一下，做假动作，小球给进去，2分摆进。哇，吴志奇好，是手有点折到了。戴承彦的2分。啊，双方又来到了双位数的分差。Bautista， Acosta 转身给小球，这个翻身打在了篮筐的前缘。好，直接往前送，田耀乐，好，拖车跟进之后，谢之奇，好球，好球！哇，这几波黎明学院打得非常的精彩哦。是，哇，我觉得右旗的防守真的很棒哎。他可以守住自己的人，让他没有那么容易的得分。他也可以协助他的队友，帮他的队友防守哦。好，来看谢之奇的罚球。好，之奇现在拿下了9分。那谢之奇今天的罚球，目前为止是2罚2中。好，第一罚罚进。2罚都进，太棒了！哦，黎明在第3节一开赛打出6比0。是，哇，这气势一定要维持住。Bautista， Burgos， Acosta 吗？果然转身之后，这一球放轻了。哇，你看右旗来的协防哦，至少对攻击来讲还是有一些威胁的哦。不过刚刚的传球呢，黎明学院呢发生了失误，球权又回到了圣克莱尔这一边。哦，右旗虽然身高不是特别高大，只有185公分，但是他身材很厚实，那机动性又够。没错。好，勉强在3分线外的出手。哇，挡了篮板。对，这个篮板球最后还是落在了圣克莱这一边。哦 ，Burgos 摆进2分。田耀乐拖车争议，张佑琪撞开之后用脚步想要反攻，球被拨了一下，还有要到犯规，可惜没有 M1 了。好，再来看这一波的攻防。好，虽然第一波没有摆进去，抢到进攻篮板之后呢，进行第2波的攻势，造成对手的犯规。右旗第1罚力道短。2罚1中。哇，右旗今天3分哦，都是在罚球线上得的哦，4个进3个。啊哈。另外右旗也抓下了2个篮板。好 ，Burgos 切进去了，直接用左手要到犯规。好，戴承彦的第3犯。好 ，Burgos 身高有193公分哦，啊，身材的条件相当不错。第1罚罚进。哦 ，Burgos 在昨天面对辅大是18分10篮板，另外有2次的助攻，还有超节跟火锅。哇，全能。对，非常全能的一位，等于是4号的球员。
假传真切 and one。谢子启从第2节开始啊，这个火力全开，延续到第3节啊。再看一下谢子启的假动作，哇，连续骗了2位圣克莱学院的球员哦。哇，我们看志祺打球其实真的非常冷静哦。谢子启目前拿下了全场最高的13分，而且还要再罚球。好，确定是 Bautista 的犯规。那 Bautista 是3犯。一口气拿3分。哇，这3分拿的真的很值得哦！你看，我得了3分，我还让对方有一个犯规，团队犯规也加1次，而且是主将啊 ，Bautista。Acosta 再给 Burgos 来了，Burgos 转身进去，利用他的弹跳力，但是第一下打板没进，又抢到篮板球，小球之后还是来一下，右起很厚，双手举高。哇，你看这个真的右旗真的协防很棒哦，所以刚刚其实陈燕在上个规的时候，其实右旗就已经在篮下等他了，但所以要早一点通知他。对他的欣赏今天是很满分的，情绪价值很满哦，情绪很满哦，因为他今天真的守得很棒哎，你看他整个身材，你看真的身体对抗没有输。好球，这一球溜出空档，又是谢子启，一箭穿心，传球是谁？右旗，对，就是你今天最喜欢的右旗。对，今天他真的很棒哎。好，转身之后给小球 Burgos， 这球打板没有，篮板球，还是拨在了 Acosta 的手上。最后3分线外的出手力道大，好，耀乐掌握下来，是，不要失误哦，绝对不要失误。好，子启。耀乐，右旗，好，外围不断的游走。陈燕，郑睿，骑马射箭要犯规。好球。好，现在 Lim 呢出现了第4犯了，哦，这是圣克莱学院非常重要的控球员哦。第1罚没进。2罚都没进，可惜了。哦，好球！哇，谢子启漂亮的超截，王正睿飞快，这个速度呢突破了防守球员。那2分要到，61比43，双方来到18分的分差，全场最多。起坡搭配来到外围的3分线出手狙，投进3分球之后呢，来到了61比46。好，谢子启没人看管，弧顶位置的出手算过1垒到。哇，这个不小心会被吹到犯规哦。Acosta。塞给 Burgos， 又是转身，硬打，Burgos 得分之后呢，目前呢圣克莱学院是连拿5分哦，双方回到13分的分差了，很快很快，真的。好，林耀乐的外线出手也没进，哇，要篮板球，要进去篮板球，尤其进攻篮板哦，多抢一个进攻篮板，多一次进攻的机会哦。Acosta， 好球，这球直接传在了王正睿的手上，又是轻松的上篮2分进。是，
我刚刚看郑瑞2个罚球没罚进，他很懊恼哦。你看现在真的，你2个超节，你的信心又回来了，又补回来了。是。好，郑瑞今天拿8分了。Bogos 1对1。好，翻身之后的中距离跳投没有，篮板球落在了直起的手上。郑瑞，哇，3打2，小球给到戴承彦，犯规了。哦，3线快攻，黎明学院这一波打得相当的流畅。是。我们在说第3节这个魔王节哦，感觉起来变圣克莱尔学院在这一节的调整没有那么好哦。是，好，场边喊出了电视暂停，目前黎明学院63比48，15分领先了圣克莱尔。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我们看到在第3节，目前黎明学院呢打出一波16比8的攻势啊，所以暂时以63比48领先了圣克莱尔学院。在第3节，除了右奇他在防守上面做了很多的贡献，那谢志启在进攻部分当然是第3节非常重要黎明学院的一把利刃。是。你看，我们看第3节到现在，其实泰利都还没上场，都基本上就是本土球员。我觉得他们今天这个发挥其实真的非常好。对，那因为在分数可控的范围内，应该会让泰利多休息。因为刚刚中场其实也看到泰利圈的在帮他看他的脚踝，对，看起来中场是有点扭到的一个状态。好，戴承彦有2次的罚球，那刚刚犯规的是菲律宾的核心球员 Bogos， 所以他现在已经是4犯了。2罚1中。哇！但是现在 Bogos 还是在场上。对，剩4犯了。好，3分线外1步的距离出手，没有。篮板球在承彦抢到之后，很快的推进。好，王正瑞3分线外45度角狙！哇哦，整个信心都来了，2个抢劫之后去造成他的得分哦，再加上现在3分投进，哇，完全补了刚刚罚球没进的，没错，这个失分啊。是。好的 ，Bido 再给 Bogos。切传来到外围3分线外1步的距离还是清。田耀乐，陈彦，郑瑞，现在是很有信心。好，叶修高抛投没有。Ibanez 再给 Bogos。Montejo。哇，这个传的跌跌撞撞啊，直接离地 pass， 田耀乐轻松的上篮2分进。哇，现在双方来到21分的分差，全场最多的一刻。是。好 ，Bogos 面对戴承彦硬打，第2波。还是没有够进去，哇！第3波还在他的手上，还是没进，哇！最后是有打手的犯规，哇 ！Bogos 打了3波，哇！这样承彦4次哦。
陈燕她的身高有200公分哦，所以比起 Burgos 193啊，确实在身高上面是会给对方进攻的压力。对。但陈燕就是身体，我觉得稍显单薄了一点，所以被 Burgos 撞进去的时候，他比较容易制造他的犯规哦。Burgos 第一罚没有罚进。2罚1中。哇，陈燕要下场了。因为4犯在身哦。是，但我看一下敏哥的手势，应该是防守要全换防哦。好，来看这个传球，哇，差一点点发生失误在空中，圣克莱这边还是操之过急犯上了1规犯规应该是16号的 Escobedo。好，来看06号的罚球，哇，6号好久没有得分了，他的10分全部都是在第1节。第一罚罚进，来到11分。因为今天其实黎明学院每一位都发挥的蛮好的就是说大家都有得分的能力所以也不一定要把分数执着在某一个人身上。你当然能够有好的得分是很好的，但球队赢球才是最重要的。没错，那6号昨天2分，今天拿12分。反观右旗其实昨天得分非常多，他昨天拿了17分，但今天他得分虽然只有3分，但是他靠着防守来帮助球队。对，我觉得他今天防守非常棒。那我们看到潘冠之这时候也上来了，要来巩固禁区。巴特斯塔切传来到外围45度角的外线出手，篮板球一波再波，还是在圣克莱这一边翻身的中距离，还是没有先拾起篮板。6号慢下来，叶修偏了。Projectile Reyes Bautista 没机会，被逼到非常外围的位置。好，剩下最后的3秒，勉强出手，篮板在知己的手上。好，传到左半边被定板，没有犯规。比赛继续。哇，两边快打旋风，来看圣克莱尔这一边也被拨掉，胡叶修。完全慢不下来啊！是两边快来快去哦。好，知己下去休息。Bautista 3分线外拔起来，完全偏了，慢下来，跟不及。目前有着20分以上的领先。是。叶修，吴尚恩。好，来看外线的出手，这是潘丽甲今天的第2颗3分球。出手的次数虽然不多，但是得分的效率非常好。是。已经来到25分的分差了。其实犯规其实有点没必要，你已经守得非常好了，就继续跟上去，而且在7秒钟他要得一个分，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菲律宾这边换人，
Parinas 这球上来，那身上有3犯。哇，这一球篮板球还是在保提拉这一边硬取，打板没进，也没有犯规，所以第3节结束，我们靠黎明学院打出非常精彩的第3节，目前74比49， 25分领先了圣克莱尔。欢迎再回到比赛现场。画面上看到的是黎明学院的教练杨敬敏啊，今天由他来担任执行教练，确实，球队在即使泰利上场时间不多的情况之下，目前还是维持了20分以上的分差。尤其第3节在防守上呢，让圣克莱尔呢只拿下9分，这是非常好的内容。是。但我看从第3节进入，从开局圣克莱尔的这个攻势哦，我其实是比较喜欢的哦，因为他们在进攻端的时候，其实是5个球员都不停的在动位。这对防守来讲，其实你会很难协防。但是进到第3节，经过10分钟休息之后，进入到第3节，我不知道是不是体力下滑，还是专注度变得没那么高了，所以球员停顿的点太多了，就变得活动度变得比较少。再加上这样，黎明今天又表现得非常棒哦，攻守都有序哦，所以其实这分差一下就把它拉开了。对，好，在第4节的第一波攻势，圣克莱尔拿下来 ，Parinas。接球，转身之后直接攻击篮筐，这球拨出来。我们看到6号啊，非常的积极，可惜外线的出手没进。好，中距离再进，连拿4分。这是 Bojangles 的中距离，要小心，要小心。再来看一下，刚刚突然的加速来到中距离的跳投 ，Bojangles 在第4节圣克莱尔连拿4分。好的越球，没机会再给到外围吴尚恩。哇，这一球发生的踩线失误了。是。哇，这右边的攻击我觉得太久了，再加上你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哦，没有好的空间，你一定要快点把球 swing 到左边去哦，让防守做一个大范围的移动，才比较容易出现空档。好，Bojangles
哦，左转右转，在下三路哦，这个球差点被叼走，外围的投射 elbow 出界，黎明学院的球。哇 ，Bogos 4次哦，要小心哦。在进攻上，我觉得打点就也蛮重要的哦。好，田耀乐再给右号45度角的出手狙，专门打第1节跟第4节的。77比53。我这是。Escobedo 突破之后的分球，来到40度角，哦，带进一步的中距离，哦，保定萨没进，不过在篮底下还是有 Bogos 啊，是，好 ，Bogos 目前拿下全队最高的17分，好，塞到篮底下，吼吼，这是 Disabel 的火锅。再来看一下这个起跳的时间拿捏哦，相当不错。哇，真干净，身体完全没有碰到哦。还是黎明的底线发球。好，田耀乐做了假动作，假给真切，可惜打板没进。萨贝尔篮板。好，黎直接切进去，再摆进2分。哇，不能大意哦，这个球现在时间其实还蛮长的哦。还有7分半左右哦。田耀乐，好，帕利贾今天的第3颗3分球。哇，今天只攻3分。哦，今天的3分球6投3中。哇，50%哎，这个球命中率很高哦。Lim。好，想要塞进去啊，球被帕利贾给断掉。然后 looking pass 之后，直接上篮要到2分。哇，帕利贾刚刚精彩的传球，拿下分数的是胡叶修。Bautista Bogos 硬撞进去。哇，第5犯了，啊，得要下去休息啊。是。好，陈燕今天在防守上面当然很辛苦了。那面对 Bogos 不断的强攻啊，赔上过多的犯规，最后是5犯提前下去休息。那再把右起给换上来。杨继敏赶快跟陈燕呢再沟通一下。哦，这对陈燕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跟很好的学习哦。未来就算我们今天真的自己在 UBA 里面，你还是一样会碰到这么多的外籍学生的。好，右起慢下来，右号。好，切传，田耀乐的外线，哦，是被菲律宾的球员碰出了界外，还是黎明的球？右号。切传，田耀乐再一次，2波的外线都没得手。哎，结果看到 Escobedo 啊自己运出了界外，发生失误。右起
弧顶位置1步的距离。哇哦！6号，今天6号信心满满哦。第1节10分，第4节8分。也是3分线外1大步的距离没进，那胡叶修保护了篮板。哇，刚刚投进的这个3分球啊，感觉有一点点要把比赛买单的意味啊。不过还有5分多钟，目前来到59比85。确实，这分差其实是蛮大的哦，因为毕竟黎明今天的防守，我觉得非常的到位哦。好，这是一个3分外线。那我们看到阿考斯塔投进了3分球之后呢，在场边黎明学院请求暂停，目前85比62，双方还是有着23分的分差。欢迎再回到黎明跟圣克莱尔之战，双方在第4节剩下4分56秒，黎明学院依旧是保持20分以上的分差。在今天即使外籍球员泰利打的时间并不多，得的分数也只有4分，那包括史鲁奇也提前离场了。但是其他的本土籍的学生是表现得非常好。是。6号，叶修。好，利加45度角再投一个，今天第4颗了。是，哇！但我们看哦，其实菲律宾这个防守出现的错误，真的完全没有交代清楚哦，感觉有点被信心被打到一个谷底哦。不然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错位。没错。哇，阿考斯塔这球硬起。要到犯规，是这个一定是会犯规的哦。就是当然我知道球员会觉得每次被吹犯规的时候，总是要先 argue 一下，我没有犯规，我哪里犯规？好，阿考斯塔要上来罚球。那我们看到右起这时候下去休息，把8号的潘冠志给换上来。哇！但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分差确实是可以让一些比较没有经验或者是比较年轻的选手上来做一些磨练的。好，圣凯尔这边采用全场的包夹。好，冠志稳下来，6号。叶修分到了右半边，这球是打板没进，好，直接掉到禁区 ，Bogos， 哇，居然在这个位置没有摆进2分，太可惜了。是，好，6号大对角的传球，突急着进攻了。这个分球来到了空档的位置，出手相当合理，投进3分球。吴尚恩今天的首度得分。哇，我们看板子上只剩冠志还没得分对哦。
不过冠志现在在场上啊，所以也有机会在分数上开张。没错，通常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希望全员得分，没错，所以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要做给队友，对，因为现在分差还在可控的范围嘛。没错。所以冠志尽情发挥。还有3分半左右了。对，好，来看一下Acosta要来罚3球。好，第一罚罚进。第二罚也进。Acosta 今天的得分即将要来到20分吗？没有，哇哦！叶球再给浩佑，对不起，右浩绕出来。再投，别怕，冠志加油！好，Acosta收球之后做假动作，没有打进。好，看一下冠志的位置，但是中间的空档还是要摆，2分摆进去，吴叶修。40度角的外线出手，篮板球要搞清楚在哪个方向。6号，吴叶修的转身球被拨掉，吸引到对手的犯规。哇，这个右号有点害人哦。Bautista 的第4犯。刚右号在起跳之后呢，给到很短的位置啊，很小的小球啊。是。这个我就不知道叶修跟右浩的默契是不是真的那么好。这个球把他丢出来，他也接到，还制造了这个犯规哦。叶修今天拿了8分。66比94，双方的分差还是有一定的距离。Acosta 又是外线的出手，真的破20分了。Acosta 今天拿下全场最高的22分。好，吴尚恩，外线没有 ，Bogus 篮板。Lim 的推进，这场比赛应该是大致底定。是。好，吴尚恩的篮板。好，现在冠志来了，这球摆进去了，全员得分所以板凳大家都很开心啊。对。Ibanez。Acosta 又是地线的出手，现在可能比较没有胜负压力啊，投的相当的顺手但是黎明学院还是很谨慎的，剩下1分18秒，又让 Acosta 投进了外线，96比72，还是喊出了暂停。好，再来看一下刚刚全员得分的镜头。哇，这时候应该要照到球员席才是，应该大家都跳起来。Acosta，当然也投进了外线啊，今天拿下25分，全场最高。
好，杨建民教练做最后的交代，来打1分18秒啊！这场比赛的胜负大致底定啊，还是希望球员呢能够按照教练团的规划呢，啊，把最后的内容打好。哦，叶修。好，切传之后的外围空档，哇、今天潘冠志不得分则已吗？哦，对不起，是潘丽甲，不是冠志。哇，那这个丽甲今天已经投进5个3分球了。丽甲今天就专攻外线。得分来到99分，对于黎明来说啊，非常有机会能够破百。来看这一波的进攻。好 ，no looking pass， 吴尚恩切传之后，在篮底下待太久了，所以被判3秒违例。所以要破百可能有难度，还有机会，还有20秒左右，是还有机会。最后的10秒钟。好，切传 Acosta， 今天拿下25分，哇，高难度的出手应该是不攻了，所以最后的分数会停止在99比74。哦，由黎明学院以25分的分差击败了圣克莱尔学院。啊，这场比赛我们看到黎明学院啊，在第2节一度被圣克莱尔学院追得非常的紧啊，双方只剩下4分左右的分差。哦，上半场结束呢是领先7分，不过在第3节我们看到黎明学院呢是打出了一波27比9的攻势啊，靠第3节奠定了整场比赛胜利的基础。哦，当然今天黎明学院虽然在外籍球员泰利啊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半场并没有登场，但是在其他本土球员全员皆兵的情况下，打出了一场通力合作的好比赛。是，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黎明学院赢得一点都不意外了。对，真的不意外哦。所有的数据来看哦，他一定会比圣克莱尔学院来的好很多。是，再加上今天其实我们看一下昨天圣克莱尔也是得差不多70几分，这就是他等的平均分。但是昨天黎明得85分。我觉得也不低哦，但他今天得到99分，所以他在攻守今天的攻守都非常的棒哦，就说有攻有守，而且他整个外线攻势的都非常的得力啊。是，来看一下今天黎明学院为什么能够得到99分，包括2分球超过64%，3分球超过40%，篮板球43个，那助攻32次，这是非常高水准的内容。所以压扣对手的33%、24%，篮板球双方平手，助攻双对手只有10次。对，好，来看一下另外的数据啊。哦，黎明学院的罚球虽然下半场了有一点点低迷，不过整场比赛还有是77%，而圣克莱尔呢是69%，超节9比8。4比3的主攻，失误的部分呢是比对手多了3次，那犯规呢圣克莱尔来到23次，黎明学院是18次的犯规。好，那在今天的赛后呢，我们将要来访问的是林佑浩。那佑浩今天的表现呢，可以说是完全集中在第1节跟第4节哦，尤其在第1节一开始啊，100%的投篮命中率呢，哦就拿下了10分啊，包括在第4节的3分球出手也非常稳定。那跟队友之间的一个串联呢，当然也担负起了等于是进攻指挥官的角色。那今天对于黎明学院来讲呢，刚刚我们提到是赢得丝毫不侥幸，那也不意外，因为在全员都有发挥情况之下呢，今天的黎明学院是表现得非常精彩。那我们也把佑浩请到我们的这个主播台来好好的跟我们谈一谈今天的比赛内容。今天第1节到第2节其实有一点点起伏，因为第2节被对手追得非常紧，当时杨建民教练怎么交代你们？但第3节要怎么打？确实第3节也完全拉开比分。其实第2节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菲律宾打球是。就是很多身体碰撞，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自己也有被影响，是，然后就是裁判的尺度上面，然后还有我们自己节奏打乱掉了，对，被自己影响。然后我们中场就是有做调整，反正就是
做好教练交代的事情，然后第3节就是主力就是学长他们，对，就是有把分数拉开，就是把没做好的都做好。好，那谈谈你个人的表现。第1节其实你的命中率100%，包括3分球，包括了这个罚球的部分，表现非常好。那其实中间没有得分，那反而第4节又跳出来。那你今天自己怎么去安排在，比如说在帮忙队友或是组织进攻跟自己得分之间，你如何去拿捏？如何去拿捏？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敏哥对他就是有告诉我们说有空档就是大篮投，然后我们就是自己练球也都练很多，所以我只是就是做好平常做的事情。对，然后我本身就是我的任务就是帮队友制造空档嘛，没错，所以就是有空档就投，没有就今天全队是30几次的助攻啊，大家都得分啊，是不是打出一场蛮流畅、蛮团队合作的一场比赛？就是我们今年的球风就是教练有跟我们讲说，就是我们没有办法靠可能2个人得20-30分，我们没有办法赢球，但是我们可以可能7、8个都10分，然后8分、9分这样。对，那谈谈这个接下来学年好了，因为黎明在登峰造极目前当然是表现得很好，那包括泰利也被大家认为在今年外籍生当中很有竞争力，那包括了吴建龙，包括杨敬敏的教练团也很豪华，是大家对今年有不一样的期待。是我们今年暑假就是教练他们就是真的做很多，他们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真的很用心，对，全心全意。然后我们都是在国外这样对，就是训练，所以应该今年大家都充满希望，要冲击全新的学年。就是教练有跟我们说，是很多人都在看我们。OK， 对啊，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前进小巨蛋。对 ，OK，好，也希望今年真的能够做到。那谢谢优豪来我们的主办接受访问。那跟着我们镜头一起跟大家说再见，我们期待明天的登峰造极了，拜拜。对，在这边拜拜。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is we're against ourselves. The only person you have to prove you're better than is yourself. I was a savage, but now I'm a human being. 信仰的定律，我不再俗人僻静。I'll be legendary, I'm a knocking out a dream and a Julia. 最喜欢你，根本惯用，干不掉我，现在换我想你啊！什么时候放我上场？南方四色是我向往，我有权利，没人能挡。分了一波，不再当个窝囊，不会懈怠，当非该 until I die. Make it shine, everybody be my side, hands up, right on my side. Some real grime shit.